海神庙中，两位天仙侍卫站在后院角落，端着那张山水灵图。若能仔细盯着这山水灵图看一阵，就可得见其内的两道身影，就如同活物一般，有一些抬手拱手的微小动作。这两道身影自然就是李长寿的指道人与那位东木公。二人寒暄两句，就在海神庙外围布置了几重隔绝阵法，进了能够蒙蔽仙识探查天机推演的宝图。这张图来头不小，乃先天灵宝山河社稷图的仿制品。图中两个人寒暄几句，东木公就简单说明来意。玉帝陛下上次与海神相谈，受益颇多。前几日凌霄宝殿群仙汇聚，陛下已点名诏安南海海神之事，不日就有旨意抵达此地。道友，今后你我也是要同殿为臣了。李长寿略微皱眉，这不日二字可多可少，道友还请明示，大概多久会有旨意落下？快则100年，慢则200-300年。东木公抚须轻笑，那张有些枯瘦的面容中露出几分尴尬。如今天庭的状况，道友应该知晓得清楚。因天庭如今正神之位大多空缺，天道运转差不多仅凭陛下一人维持。一道赐下正式神位的旨意，最起码要100年才能得天道回应。李长寿心底一笑，言道：此事不必着急，便是1000年也是无妨，且还要拜托东木公回去禀明陛下。我便是得了神位，也无法立刻上天庭听宣，总不能让一只纸人上天吧，这未免是落下了笑柄。待时机成熟，我自会入天门拜凌霄，为陛下尽一分绵薄之力。道友不急不躁，当真好心性。东木公赞叹一声，显然对李长寿这般言说早有预料。毕竟上次会面时，李长寿就提过自己暂时不便上天庭。等诏安海神的旨意落下，李长寿就得了天庭的神位，而后他只需命神时，在香火最旺盛的几处大庙增添玉帝之画像，挂在自己和敖乙的神像后，宣告海神教已归于天庭。那个时候，香火功德还是香火功德，与此时不会有任何变化，而天道也会对他这个海神降下天道功德，类似于是发工资的性质。但是这份天道功德也并非是这么好拿的。东木公这一次前来就直接带来了6个问题，前5条是玉帝拿不定主意之事，想听听他海神的高见。其实就是想进一步确定他作为谋臣的价值。李长寿这次也不着急，思虑周全之后，逐条给出了自己的一点浅见。为了稳妥起见，他自我约束眼界，给的意见也都是玉帝所能见的。这跟此前那12条大半是李长寿通过后世之事总结来的谏言有着明显的不同。但东木公最后问的有关他东木公自己的那个难事，却是让李长寿有点头疼。这里面牵扯到了圣人，东木公的身份命脉，甚至他的故事，李长寿在上次见面时就已经有了大概的推测。今日听东木公仔细言说，李长寿也不由感慨，眼前这位老者着实不容易。所谓东木公，其实就是东王公，后世那位3届著名天庭散仙吕洞宾的前世。天庭出力，有圣人老爷为了钳制玉帝的实权，立下了一个东王公，统管天庭南仙。这本来也没什么，
虽然与玉帝存在权柄交叉，但是东王公本身就是玉帝的手下。麻烦的是，东王公之位所应对的神位是统管天庭女仙的西王母，而西王母与今后的王母娘娘就是同一个人。她和玉帝都是当年紫霄宫中随侍在道祖身侧的童女童子，两个人是亲师兄妹。根据东穆公暗中的观察，玉帝和王母还是那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类型，在天庭各司神职。但是东穆公经常见玉帝出入天庭的瑶池，有时候两个人还会一同去西昆仑的瑶池。现在东王公和西王母成了天庭男仙女仙的仙手，经常被天庭仙人并列在一起，这玉帝能不如鲠在喉吗？本来东王公最初是想过，自己有圣人老爷给的任命，便是玉帝陛下也不能动自己，但是很快他就被玉帝调教得忠心耿耿，更是深知玉帝的手段，现如今还以能辅佐这般三界之主为荣。虽然玉帝没有提过东王公西王母之事，东王公却不敢不警醒。于是东王公自改东穆公，平日谨小慎微，绝不使用他手中男仙神职任命的权柄，玉帝说什么他东穆公就做什么。但是现在是玉帝还未起事，手下无可用之人，若玉帝羽翼丰满，无论是想收权还是为了名声考虑，他东穆公必会，肯定会呀。东穆公忧虑多年，无人可商量，近日见玉帝都对这个南海海神颇为赞赏，也着实是没有办法，便求到了此处。道友善谋多智，可否为贫道也指一条明路？李长寿的心底沉吟几声，这具指道人化作的老仙面容上也流露出了少许的为难。东穆公起身做了个道揖，在袖中拿出了2只储物法宝，低声道：若道友能指点一二，贫道必有重谢。李长寿并不是会为外物所动的性子，可是东穆公给的确实是太多了。不是，这件事儿给再多也是不行，哪怕这道难题我本就知道最优的解，但若是帮了东穆公，那就是拆圣人老爷的台。无论是哪个圣人老爷立下的这个东王公去恶心玉帝，都不是我此时能够招惹的因果。命和财李长寿自然分得清楚。李长寿叹道：我也帮不上道友什么，此事主要是看道友能够退到哪一步。东穆公忙道：若今后能性命无忧，长生道果可保，亦不敢多求。李长寿想了想，只能道：万般事由不可及，3步可退枯木春。敢问哪3步？我着实是不敢言说呀。李长寿笑着摇摇头，将那2样储物法宝推了回去。这个因果他不想沾，也不能沾。可是现在东穆公是玉帝的信使，李长寿也深知不能恶了此人，只能在不承担因果的基础上，免费给东穆公出了个主意。这怎么最近都上赶着给咱送宝财呢？小琼峰丹房中，李长寿嘀咕了一声，以暗中让山门之外的指道人赶往南海边缘。东穆公执意将那2只储物法宝留下，并对李长寿感激涕零。明明李长寿给他的也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法子，这东穆公却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李长寿暗自计算，自己现如今拿到的这些宝财已经够忙个几年了。门内大比结束之后，渡仙门各峰也迅速安静了下去。
年轻弟子们再次恢复了平日里的修仙日常。灵娥、九九还有半个时辰前刚来过的有亲玄雅，正在草屋中饮酒作乐。这是他们小仙女的聚会，李长寿现身也不合时宜，索性也就不过去了。李长寿拿出一支玉简，在其上刻下了自今日开始到三教源流大会之前自己要做的诸多事项。其一，炼制阵基，填补大阵，构造小琼峰大阵体系的核心阵基。其二，继续改进归西平气诀，以应对自己到时万一躲不过这次灾祸的情况。关于这一次三教源流大会，李长寿已经决定托病不去。这托病托什么病呢？就是练功走岔了。只要那个时候门内的2位金仙不来为他诊治，自然就能够应付过去。但是李长寿隐隐觉得此事并没有那么简单。在这2件事项之后才是炼丹后才。没有写在这支竹简上的还有2件必须要做的事：监视仙灵峰的动向，鼓励师傅走出自闭。就这般，门内大比之后的修道生活又恢复了平日里的充实。李长寿花费了3年的时间，才将门内赏赐的宝材以及东木宫给的部分谢礼化作了小琼峰的防御力。东木宫给的那2件除法宝，李长寿担心有追踪的功效，就直接废掉了。他将其中的宝材灵石每一件都详细检查后，才用巫族秘录挨个封禁，收到自己的宝囊中。里面的那几样法宝被李长寿直接安排给了换房的指导人，不可能拿到身边。随后李长寿计算着指导人回家的路途轨迹，让指导人绕了几圈才回到渡仙门附近，由师傅外出带回小琼峰。他现在的身份绝对不能暴露在玉帝面前，那会让自己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足智多谋老神仙的形象毁于一旦的。搞定这部分阵基，李长寿又炼制了一些丹药，算着小师叔的酒快喝光了，为小师叔酿上了一批美酒。家人妹已经被他彻底淘汰了，毕竟是有一点因果在的。这一日忙碌几年，各处平稳，李长寿也想稍微的放松一下。修行就是这样，需要张弛有度，若是一味的紧绷，只会让自己心神疲累。这个时候在小琼峰中散散步，走一走，随处逛一逛，这就是难得的休息。而且呢，经常还容易有一些感触自心底而生，顿一顿悟。漫步走在林间，呼吸着新鲜空气，心底流淌着一缕缕感慨。逛着逛着，他就到了自己当年辛苦搞起来的灵兽圈。李长寿养灵兽主要是为了他们的药用价值，一些丹药需要灵兽血，除此之外还有3头重瞳猪这种能够用得上的异兽。此时再看灵兽圈，其实大多灵兽已经没有用了，但是李长寿毕竟是有些感情在的，没事儿就逗弄逗弄西头的那只二胖，调戏调戏东头的那只阿花，乐乐悠悠，怡然自得。今日李长寿习惯性地走到了二胖的灵圈，嘴角那恬淡的笑容却渐渐消失不见了。二胖呢？灵圈各处完好，不像是跑出去了。先是一扫，我灵兽圈中的灵兽怎么少了一大半啊？李长寿立刻查看了一下自己师妹、师傅，以及此时在灵娥床榻上呼呼大睡的小师叔，发现小琼峰并无异状。他平日里炼制阵基修行时，都是将仙石散在小琼峰，如果有什么异常之事，他自然会被惊醒。如果没有异常之事，这些画面都会化作一部分记忆，不经他心神就储存在心底。修士修道年岁动辄千百年，这一类的术法算是人人必备。此时的李长寿掐指推算，搜索着自身记忆，很快就见到了这一幕幕此前被他下意识忽略的日常情形。大概3年前，某日午后，
3位靓妹出现在灵兽圈中。灵娥满是苦恼的看着被他忘记喂食从而养死的一头幼兽，在那儿一阵无奈。有情玄雅叹道：师妹，节哀顺变。这个倒没事的，此前因为门内大比，我忽略了此事，顶多就是被师兄骂一句。灵娥轻轻摇头，又笑道：刚好今天师妹我再露一手，咱们去后山溪水边将它烤了如何？球球顿时一阵欢呼。有情玄雅虽然轻轻皱眉，但也没有阻止。于是半个月后，小莲娥，你看这只，看起来是不是病了？应该是病了。哎呀，烧烤还是怎么？这种需要炖了熬汤，味道才是最棒的。整。于是又10天之后。今天小雅难得来一趟，怎么就没有可爱的灵兽自己撞树上呢？某师叔暗自抬手一点，二花就撒丫子的急奔，撞在了一棵大树上，当场殒命。十分的新鲜。7天之后，这只好像中暑了。又3天之后，哇，这只看起来绝对是有心魔了。小雅，你说是不是？有情玄雅也用力的点点头。这也能看得出来？小灵娥有些唏嘘的喊着。灵兽停下查看，抬手扶住额头。不行，有点晕。这要是我晚出关1年，整个灵兽圈都要被那3个女炼气师给吃光了吧。蓝灵娥正在柳树下抄稳字经的少女身子一颤，抬手捂住双眼。